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12月30号，今天是星期二，每周二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喜欢听小故事的同学，欢迎大家周二准时来听老师的直播课啊。那么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会学到一些很重要的单词，可能还会学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成语。最重要的是边听故事边学中文。好，那么欢迎，好，我看到了 Alexander， 欢迎，还有艾云。好的，大家晚上好哦。那今天要说的故事呢，是跟爸爸有关系的。爸爸不见了，为什么爸爸不见了呢？我们等一下来听这个故事啊。Hello， 裴静 Henny， 欢迎。好，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老师。那么你也可以成为老师的会员，支持老师的工作。好，那么我们开始吧。Hello Hardwing Mandarin 蓝墨啊。好，今天的故事叫做爸爸不见了。Hello 慧君，爸爸不见了，爸爸为什么会不见了呢 ？Hello 春娇，好久不见了啊！对，新年快到了啊，没有错。好，我们开始吧。李伟的妈妈很早就去世了，他和爸爸从小相依为命。好，我们其实学过相依为命这一个成语，就是可能你跟另外一个人彼此依靠，彼此陪伴，但是没有其他人陪伴你们了，你们可能过得比较辛苦不是有钱人的生活，可能是很穷很穷的生活，你必须依靠你的父母或依靠你的亲人生活下去，所以这个叫相依为命必须依靠另外一个人一起生活，而且你们的日子应该过得很苦，相依为命如果从小可能你没有了爸爸或没有了妈妈，你只能够跟唯一的亲人一起相依为命好，那么所以我们知道李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他的身世比较悲惨一点好，我们往下看。对，明天就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了Hello 佩霞，欢迎。好，还有 Red Ninja 欢迎。李伟长大后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好，那么李伟从小跟爸爸相依为命，他长大之后呢，他找到了一个好的工作不错的工作，我觉得可能是工作环境很好，或者是薪水很高好，我们往下看。Hello 雅玲吗？雅玲欢迎。但是就在3年前，李伟的父亲突然失智了，也认不出儿子了。好，3年前李伟的爸爸父亲，父亲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表达，口语中我们都用爸爸，如果你用父亲，那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表达。突然失智了，什么叫失智呢？就是可能年纪大的人，他的脑子慢慢的退化了，所以他可能认不出你是谁，他也忘记了你的名字，甚至有的人失智比较严重的话，他会忘记自己是谁，他忘记了自己在哪里，他可能3分钟以前的事情都忘记了。所以失智的人可能不认识你，可能也不认识他自己，他不晓得自己是谁，不晓得自己在哪里，这个叫失智。一般来说，老人家年纪大的人，他的脑子会退化，然后会慢慢的失智。所以如果你想要预防失智的话，从现在开始你就要锻炼你的头脑学习乐器，或者呢多玩一些游戏，桌游，每天都要训练你的脑子，或者呢常常跟别人讨论一些议题，跟别人聊天，都是预防 prevent 预防失智的好方法玩桌游啦
哦，有人喜欢打麻将，也是训练你的头脑，对不对？有人会学习乐器，那也是训练你的头脑，会减少你失智的几率啊。好的，那李伟的爸爸认不出李伟了，因为他失智了啊。父亲常盯着他问：“你是谁？是我的同事吗？”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李伟的父亲他的失智蛮严重的，他认不出自己的儿子。你是谁 ？Who are you？ 你是谁？是我儿子的同事吗？同事就是 colleague 或者是 coworker， 同事啊。我们学过同学，对不对 ？classmate， 同事就是 coworker 啊。盯这个动词非常重要 ，stare， 你一直看着另外一个人或另外一个东西，一直看着，这个叫盯，一直看着啊。好，李伟说：“我是你儿子。”父亲却只是茫然的点点头。好，那各位同学，父亲却这个却就是有一点 instead 反而的意思就是跟前面的事情是相反的状况，我们会用却室友可以 roommate 室友好，那只是茫然的点点头。什么叫茫然？茫然就是搞不清楚状况，茫然就是不知道情况you don't know，OK， 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或者很困惑，这个叫茫然，很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叫茫然的，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茫然的。好，那我们有些年轻人，他会对自己的前途很茫然，他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是什么，他不知道未来该找什么工作，他不晓得自己喜欢什么，他对自己的前途感到很茫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该怎么走，不知道自己的兴趣爱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工作。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对未来是感到茫然的，对未来是感到茫然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茫然困惑不解，对。好，不晓得你对你的未来有没有这种感觉？你不晓得未来该做什么，要结婚，还是找一个喜欢的工作，还是去旅游？你不晓得未来该做什么。我可以说，我对未来感到茫然，或者我们学过另外一个成语，叫做不知所措。不知所措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不知所措。我们会对未来感到不知所措，对未来你不了解，你也不晓得该怎么办，不晓得你的方向在哪里去天堂。好，爸爸的病情就是失智症我们中文可以说失智症 dementia， 失智症它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more and more severe， 越来越严重，而且无药可医。李伟十分无奈，无奈表示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你也不晓得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会觉得很无奈，也没有人可以帮助你helpless 无奈好，无药可医一般指的是这种病是没有办法治疗的 ，cannot be cured， 无药可医，没有任何的药物或没有办法被治疗这个病是无药可医。什么病现在是无药可医呢？可能是癌症癌症目前还没有一个治疗的有效方法，所以目前的癌症是无药可医，对，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有呢，还有什么病是无药可医？艾滋病吧目前可能艾滋病也是无药可医的病那之前新冠病毒流行的时候，还没有疫苗被发明出来，还没有发明疫苗，所以那个时候的新冠病毒也是无药可医的好，
好，我们不会痴呆症，我们比较会说失智啊，失智症啊，失智症。好，李伟开始把时间放在工作上，让自己没有空去想这些不开心的事。好，李伟知道自己父亲的病是无药可医的，没有办法被治好的，所以怎么办呢？他觉得心情很不好，那又怎么样呢？他只能感到很无奈啊。所以呢，他开始把他所有的时间放在工作上。Hello， 乔马，欢迎。什么叫把时间放在工作上？你也可以说把全部的时间 all of his time 全部的时间放在工作上 put all his time in his work。 所以他想要忘记这件事情，爸爸生病的事情，他想要用工作来麻痹自己所以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他整天都在工作，整天都在工作。我们中文也可以说，其实李伟想用工作来麻痹自己想用工作来麻痹自己好，后悔也是无药可医吗？无药可医基本上是用在病情，或者你爱一个人，你真的很爱一个人，爱到无药可医，也可以这样说。无药可医一般是用在病上面，或者你真的很爱一个人，好像生病了一样，你没有他不行，那么你可以说我爱他爱到无药可医，表示你很爱这个人对，麻痹自己，他用工作来麻痹自己让自己没有空，你也可以说没有时间，让自己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不开心的事。什么事？就是爸爸生病的事情他用工作麻痹自己，让自己没有空。没有空是什么意思？ Have no time， 没有空就是没有时间去想不开心的事情好，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对不对？遇到了人生很困难无法解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会用工作来麻痹自己，或者有人用购物，他一直去买东西来麻痹自己，让自己短暂的快乐，让自己短暂的快乐，让自己忘记烦恼，让自己短暂的开心这个时候呢，其实他是用购物，用喝酒，用不断的工作来麻痹自己，让自己没有空没有时间想不开心的事情。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状况过？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情况，对不对你遇到了很难解决的事情，或者有人是婚姻不美满，工作不顺利，生活也不顺利，所以他想要做一些事情来麻痹自己我觉得每个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不对好，我们往下看。有一天，李伟正在上班，接到邻居的电话，说他父亲走失了。好，这边有一些单词有一天，李伟正在上班，接到电话，就是 you pick up the call。OK， you pick up the answer, pick up the call。好，就是有邻居打电话给李伟，铃铃铃，铃铃铃。李伟呢，拿起他的手机说：“怎么啦？”他的邻居说：“你爸爸走失了。”什么叫走失？就是不见了，找不到了。一个走失的人，你就找不到他了，他可能迷路了。所以谁会走失呢？小孩子，通常小孩子或者是年纪很大的老人，他们会走失了，那就是找不到了，他们迷路了，所以你找不到他像很多小孩子可能会在公园走失了，会在市场走失了会在游乐园走失了走失了，找不到他了，他迷路了，所以你找不到他好，那么邻居 neighbor， 邻居neighbor， 那怎么办？如果你是李伟，你一定会觉得很紧张，对不对？你一定想赶快去找父亲，
你会放下工作 ，put down your work， 对不对？你会放下你的工作，赶快跟老板或经理请个假，赶快去找爸爸，对不对啊？好，李伟赶紧报警。报警就是打电话给警察 ，call the police， 打电话给警察。李伟赶紧就是很快很快很快的啊。李伟赶紧报警，他很担心，现在是冬天，外面还下着雪，爸爸不会出事了吧？好，当你说什么什么了吧，表示呢你在推测、怀疑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理查老师不会结婚了吧？所以你们会发现哦，中文会用不会吧吧吧了吧，表示你对一件事情进行推测 ，assumption 进行推测。诶，今天理查老师不会，怎么没有来直播？他不会生病了吧？或者是他不会有事吧？所以这个不会什么了吧，就是你表示一个推测的语气啊。好 ，OK， 所以李伟现在非常的担心他爸爸，因为现在是冬天，外面还下着雪，他觉得爸爸有可能会出事，他推测这个状况可能会发生啊。好的，邻居和警察很热心，也一起帮忙寻找父亲。好，邻居跟警察都是好人，他们很热心，热心就是 kind and helpful。如果你是一个热心的人，看到别人有困难，你一定会想要去帮助他啊，所以热心就是 helpful, kind and helpful。你看到有人遇到了困难，你会想要去帮助他啊，或者呢，有人没有钱了，你想要借钱给他，帮助他。热心的人都是很棒的，很仁慈的，他是个好人啊。好，也一起帮忙寻找父亲。警察很快在公园里找到了父亲，他坐在椅子上，看起来很害怕，全身发抖。为什么父亲会全身发抖？我觉得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父亲觉得很冷，因为现在是冬天，外面还下着雪，所以父亲因为很冷，所以他全身发抖。还有呢，可能是父亲在外面迷路了，他找不到回家的路，所以他很害怕。当你害怕的时候，你也会很紧张，你也会全身发抖，全身 the whole body 全身发抖。好，所以什么时候你会全身发抖？理查老师看到很多蟑螂在飞的时候，我会很害怕，所以我也会全身发抖，好害怕啊！好 ，Hello 秀珍，欢迎。不送爸爸进老人院，我觉得就是华人的传统，就是老人很不喜欢去老人院，他们会觉得好像很没有面子，好像小孩不愿意抚养他们，所以才会送他们进老人院。所以我觉得华人的父母亲年纪大了之后，最不喜欢的就是被儿女送进老人院或我们说养老院好。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父亲被找到了，而且呢，父亲现在很害怕。是谁找到的？警察先找到父亲的对，生病也会全身发抖，对不对？发烧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你也会全身发抖，不舒服李伟冲上去，rush 冲上去报警父亲。好。这个报警跟刚刚打电话给警察那个报警发音很像，但是是不一样的2个词。我们再来看一遍，报警报警。那这个呢是这里刚刚有一个报警，报警，报警，发音很像，对不对？这个是报警，报警，不一样好 ，hug tightly。报警 embrace， 报警父亲，并牵着他的手，牵手
hold hands 牵手，好，并牵着他的手带他回家。好，李伟终于找到父亲了。你发现他是冲上去的，所以你知道李伟是非常紧张的，而且终于找到父亲了，他那种心情啊，我终于知道父亲是安全的，所以他冲上去抱紧父亲，并牵着他的手带他回家。好，这里老师想要给你们另外一个词汇哦，叫握手。握手叫 shake hands， 所以握手一般是遇到客户，或者是遇到第一次见面的人，你会跟他握手 shake hands 握手。牵手通常是有感情在里面的，他可能是你的亲人，或者是你的爱人，或者是你的小孩，你才会跟他牵手。你不会跟一个陌生人牵手哦。如果你跟第一次见面的人或者跟客户，那个叫握手，一般是可能生意上的关系或者你跟他做生意，你想认识他，你会跟他握手，像打招呼一样，打招呼的握手。牵手不是打招呼牵手是他可能是你的爱人、你的小孩、你的家人，你才会跟他牵手好的，回家的路上 on the way home， 好，把它记起来，就像英文的 on the way home， 中文怎么说？回家的路上。那如果是 on the way to work， 工作的路上，可以这样说，工作的路上，或去公司的路上on the way to the company， 去公司的路上好，父亲抓着 grab 抓着，通常你抓着人家的手那表示你是很紧很紧的握着你抓着小孩子会抓着父母亲的手，因为他怕走失了，他怕迷路，他会紧紧的抓着父母的手。父亲也是一样，他怕迷路，他怕再次迷路，所以呢，父亲抓着李伟的手，像个孩子一样 like a kid， 像小孩一样也可以。这里你可以说小孩或孩子都可以，像什么一样 like such as， 所以各位同学注意像什么什么一样这个是 such as or like， 像个孩子一样。你也可以说像孩子一样，你可以不说量词你可以不说量词没问题，像个孩子一样像孩子一样也完全没有问题的好所以这个你们要知道，我可以说乔马真帅，像刘德华一样像谁什么东西一样好，像孩子一样。好，我们往下看。李伟好奇的问爸爸：“你知道我是谁吗？”好奇 curious， 这里应该是副词 curiously， 好奇的，这个的可以 omit 李伟好奇，我觉得加个的会好一点。好，李伟好奇的问爸爸李伟好奇的问爸爸，加个的会好一点好，这个念的不要念地是念的。李伟好奇的 curiously， 好，它是个 adverb。好，李伟好奇的问爸爸：“你知道我是谁吗？”好 ，OK。爸爸回答：“我不记得了 ，I don't remember， 我不记得了。但我知道你对我很重要，谢谢你照顾我。”好，我觉得这句话让我觉得很温暖，很窝心因为虽然爸爸失智了，记不得李伟了，也忘记他儿子了，但是爸爸知道这个人是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人，而且还说了谢谢你照顾我。如果我是李伟，我一定会觉得很感动，很窝心，我会觉得很温暖。虽然爸爸生病了，记不住我的名字了，
但是爸爸知道我对他很重要，我是他生命中重要的人。我觉得知道这个就够了。对我来说，如果我是李伟，我觉得爸爸对我说这句话，我很感动，我觉得很窝心。爸爸记得我，虽然他不记得我的名字，但是他知道我对他很重要。我觉得这个很感动的啊。好，我们往下看啊。好，我们的故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哦。我相信呢，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李伟会好好的照顾父亲，他会慢慢的不要把所有的时间放到工作里面，他会慢慢的抽出更多时间来陪伴他的爸爸。我觉得李伟以后一定会这样做哦。好，所以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空的话，一定要好好的跟家人在一起，在他们还健康的时候，好好的跟他们聊聊天，跟他们一起看电视，跟他们一起吃个饭。我觉得世界上最珍贵的就是家人的陪伴，对不对？圣诞节才刚过嘛，如果你有跟家人吃顿饭，那种感觉多好，你跟家人交换礼物，那个感觉多温馨啊！所以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家人啊。窝心就是你觉得很温暖，你觉得很感动，你觉得某一个人的举动行为让你觉得很开心很温暖。所以艾云，如果你的儿子送给你礼物，哇，你会觉得好窝心哦。或者你觉得很冷的时候，你的小孩帮你围围巾，哇，你会觉得很窝心，他怎么那么体贴。所以什么时候你会感觉到窝心？当一个人做出了很体贴的动作的时候，比如你觉得很冷，你先生帮你披上外套，哇，你先生好窝心哦。好，跟感动的意思很像的，对方做出了很体贴的动作的时候啊，你就觉得很窝心啊。好，我们来回答问题哦。问题一，父亲为什么走失？父亲为什么走失？为什么？他为什么会走失了？好，答对了，好快。好，佩霞说，因为李伟的父亲失智了。答对了哦。好，这个如果父亲没有失智的话，他肯定记得回家的路，但是他为什么会走失了呢？因为他失智了，他忘记了回家的路。爸爸得了失智症，爸爸得了失智症，爸爸失智了，爸爸不记得我的名字了啊。好，再来问题二，是谁先发现父亲迷路的？是谁？是爸爸的。好，这是个强调句型啊 ，emphasizing sentence pattern。是谁先发现父亲迷路的？是谁 first 先发现父亲走失了？谁先发现父亲走失的？好，邻居答对了，是邻居先发现父亲走失了。为什么？因为邻居打电话给李伟，告诉李伟说，李伟，你的父亲走失了，我们找不到你的父亲啊。所以我们中文啊有一句话叫远亲不如近邻。你的亲戚住得很远很远很远，还不如有一个住得很近的邻居来帮助你。所以中文有一句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啊。你有一个住你很近的热心的邻居，比一个远房亲戚还重要啊！远亲不如近邻啊。好，这个谚语很重要啊，你们把它打出来好不好？哎，很好，蓝墨打出来了。远亲不如近邻，住在远方的亲戚还比不过，不如就是比不过住得很近的邻居啊。好，问题三，是谁找到父亲的？那个先好了，是谁先找到了父亲 ？We found the father first。谁先找到父亲 ？Found the father first。林子说日语
日文里面也有一样的成语，真的吗？哇，好有意思哦，很有意思。日文也有一样的一个俗语，很棒哦。对，答对了，是谁？是警察啊，警察是警察先找到李伟的父亲的啊。好，很棒啊。好，所以我们答案是警察。好，今天的故事呢，希望大家记得，等一下下课有空的话，打个打个电话，跟爸爸妈妈说说话，跟兄弟姐妹说说话，跟他们联络一下感情啊。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生词：发抖、发抖、发抖；报警、报警、报警；叮、叮、叮。好，你可以说盯着什么？着，我们通常会加个着。我盯着谁？我盯着乔马。乔马做错事情了，李超老师盯着乔马。好，盯着啊。好，照顾，照顾可以照顾小孩子，照顾你的年迈的爸爸妈妈，照顾，照顾啊。报警，报警，报警。抓，抓，好，抓啊。好，那么今天的词汇跟故事就到这了，希望大家喜欢这则故事。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或者你喜欢今天的故事，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那么我们礼拜四见喽，大家早一点休息，拜拜。